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你不是不知道这段感情有问题，你很清楚，但每次你下定决心要放手，就会想起他某个脆弱的瞬间。接着你告诉自己，再撑一下吧，他只是需要我。然后你就继续留下来了。我理解这种感觉，这不是软弱，是你的善良在作祟。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是心理学界知道，但很少人说出口的。高同理心的人在某种关系里反而是最脆弱的那个，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太能看懂人了。他们一眼就看穿对方行为背后的破碎，然后告诉自己，他不是坏人，只是受伤了。就是这句话把他们困住了。心理学把这个现象叫做同理心陷阱。你以为你是在理解对方，但某些人正在把你的理解当作操控你的入口。前阵子那一集我们聊到一件事，为什么高同理心的人遇上具有暗黑人格特质的伴侣，几率是一般人的2倍。很多人看完留言说，我现在已经看见这段关系的问题了，可我就是走不掉，怎么办？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就是那个问题的答案。我要借用矽谷传奇投资人纳瓦尔的止损逻辑，带你走完觉察之后最关键也最少人告诉你的那一步，看见问题之后怎么让自己脱身。我们直接进入正题。看见问题跟走出来根本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很多人卡住的地方不是不够理性，而是真的太有同理心了。让我来说一个你可能非常熟悉的场景，你跟对方相处了一段时间，你发现他有些行为让你不舒服，比如他偶尔会突然冷漠消失，比如他对你说话时常带刺，比如你永远搞不清楚他今天的情绪在哪里。但你也知道他的过去，你知道他有一个很艰难的童年，知道他曾经被伤过，知道他那些差劲的行为背后是一颗没被好好对待过的心。然后你告诉自己，我不能走，因为只有我懂他。这个念头听起来很像爱，对吧？但心理学告诉我们，这个念头其实可能是一个陷阱的开始。美国心理学家布瑞尼·布朗 （Brené Brown） 研究同理心多年，他说过一件很重要的事：真正的同理心是去感受别人的感受，但不等于要替别人承担他的人生责任。理解一个人的痛苦，跟你必须留下来修复它，这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高同理心的人非常容易把这2件事混在一起。你看穿了他的破碎，你的心就自动跳出一个结论，所以我要陪着他。这个跳跃就是同理心陷阱的入口。矽谷传奇投资人纳瓦尔在《纳瓦尔宝典》里说过一句话：你想跟我越亲近，你的价值观就必须越好。这句话乍看很冷，但仔细想，他说的其实是一件很根本的事。亲密关系不是慈善事业，它需要对等的基础。当你只顾着看穿对方的苦，却忘了问他的价值观配得上你付出的这份感情吗？你其实已经在用同情心替代了判断力。懂得一个人的痛，不代表你有义务接受他的烂摊子。这不叫薄情，这叫清醒。好，我们来说一个更深的东西。为什么偏偏是高同理心的人最容易在这种关系里越陷越深呢？这里有一个心理学研究，是2021年由英国心理学家纳加海姆 Najah Han 和他的研究团队发表的。他们在研究人格分类时，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族群。他们把这个族群称为暗黑型同理者 （Dark Empath）。这类人同时具有高度的认知同理能力，也就是非常善于读懂别人的情绪状态，但同时又带有自恋以及马基维利主义这类操控型的人格特质。研究发现，这样的组合比单纯的暗黑人格更危险，因为他读得懂你，他知道你的软肋在哪里，他知道该在什么时机示弱，什么时机让步，才能让你留下来。换句话说，你的理解能力刚好是他的切入点。你越能感受他的痛，他就越有办法让你留下来。这不是你的错，但这是你必须知道的真相。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心理学概念，叫做病态共生 （codependency）。这个词最早来自成瘾心理学的研究，后来被扩展到更广的亲密关系领域。简单讲，病态共生的核心是，你把照顾对方这件事变成了你自我价值的来源。当你告诉自己，只有我能懂他，只有我能帮他，你不只是在爱他，你同时也在依赖被他需要这件事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这不是批评，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心理机制。心理学家也发现，很多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照顾家人情绪的人，比如说父母情绪不稳定，需要小孩去安抚的家庭环境，这些小孩长大之后特别容易落入病态共生的模式，因为他们从小就学会了，我的任务就是让别人好过。所以当对方出现带着他所有的破碎和需要，他的内在深处就有一个声音不断说着，这就是我的位置。问题是，当被需要变成你留下来的理由，你就已经不是在做选择了，你是在被内的需求反过来控制着你。心理师苏珊·佛沃德 （Susan Forward） 在她的研究和著作中描述过这样的动态：在失衡的关系里，付出的那一方往往以为自己在给予爱，但实际上他们是在用给予来回避面对关系的真实问题。给的越多，离真相越远。这就是同理心陷阱最精致的一面，它让你用温柔的方式替自己建造了一座看不见的囚笼。当拯救对方让你感觉有价值，你上瘾的根本不是这个人，是那种不可或缺感。好，我们现在换一个视角，用纳瓦尔的投资逻辑来看这件事。纳瓦尔在《纳瓦尔宝典》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在长期游戏里，每个人都在让彼此变得更好；在短期游戏里，每个人都只顾着让自己捞一票。他原本指的虽然是商业合作，但放进感情里，你仔细想一下，也一样成立的，不是吗？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目前的这段关系里，或者你回想起那段让你很痛的感情，在那里面，你有没有在变好？你有没有越来越接近你想成为的那个人？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成长，在被看见，在变得更完整？还是说，你每天在处理的是他的情绪？你每天在解释的是他的失踪，他的冷漠，他莫名的坏心情？如果是后者，那瓦尔会说，这叫做零和游戏。你花的每一份情绪资本，不是让你们两个都成长，而是你的能量全部流进了一个黑洞。你给了，他没有给回来，然后你持续不断的单方面付出。很残酷的是，那瓦尔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我生命中所有的回报都来自复利。我只想跟我知道余生都会相伴的人在一起，我只想做我知道有长远回报的事。而你必须知道，情绪也是有复利的。跟一个能和你一起成长的人在一起，你的包容，你的付出，你的爱，会带着对方一起往上走，然后反过来让你也变得更好。这是正和游戏，每一天都在累积情感复利。跟一个只会消耗你的人在一起，你的情绪资本是在复利。你每多停留一天，亏损就多滚一圈。而最可怕的是，这种亏损不是账面上看得到的数字，它亏的是你的自我价值感、你的判断力、你的边界意识。直到有一天你回头看，发现自己面目全非，你已经不太认识那个一开始的自己了。我想说一个真实的故事类型，在心理咨商室里非常普遍。我相信你或者你身边的人一定遇过类似的情况。假设她叫小姨，小姨是那种朋友眼中超有同理心的人，她很早就看穿男友所有的冷漠和暴脾气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在原生家庭里没被好好爱过的孩子。她懂他，她真的理解他。所以每一次他突然消失2-3天不回讯息，他第一个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担心，然后是心疼。他告诉自己，他又在逃避了，他不是故意的。每一次他说出带刺的话，他第一个反应不是你这样说不对，而是他今天又被什么事情触发了。
他把对方所有的差劲行为都翻译成了他的伤口在说话。这样过了2年，他发现自己每天最常做的就是研究他今天的情绪。他变得特别敏感，特别容易焦虑，走到哪都在想，我有没有说错什么？朋友问他过得好不好，他会说还好，但他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平静安心的一觉到天亮了。有人问他，你2年来一直都这样，不累吗？他说，累，但我放不掉，因为我已经陪他走了这么远的路了。这里有一个心理学概念，叫做沉没成本谬误 （Sunk Cost Fallacy）。1985年，行为经济学家哈尔阿克斯 （Hal Arkus） 和凯撒琳·布鲁默 （Catherine Bloomer） 在《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历程》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正式确认了这件事：人类非常难以放弃已经投入的成本，即使继续投入，只会带来更多的损失。在财务决策里，这叫做越亏越买。在感情里，它就像接下来说的这模样：我已经花了2年了，我不能现在放弃。我陪他走过最难的阶段了，现在离开不是很可惜吗？我懂他这么深，换个人也未必真的理解他。但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过去已经投入的成本不应该影响你现在的决策。那2年，小姨过的是真实的，她的感情是真实的，她的心疼也是真实的，但那些都是过去的成本，它已经发生了，谁也追不回来了。真正的问题是，现在继续投入，对我们来说还有复利吗？如果没有，那不管你已经亏了多少，继续亏才是真正的愚蠢。而小姨卡住的地方，不只是沉没成本，还有一件更深的事。他太懂他了，懂到让他觉得离开他就是一种背叛。那份懂成了他自己装上的锁。继续待在一个让你亏损的地方，不叫忠诚，那叫做不肯承认当初看走了眼。好，说到这里，我知道有人心里在想，道理我都懂啊，但我就是做不到呀，该怎么办呢？我不打算跟你说爱自己这3个字，因为那太虚了。我要给你一个具体的工具，叫情绪投资3问。就像纳瓦尔在评估一笔投资之前会问自己几个关键问题一样，我们在感情里也可以有意识地练习问自己这3个问题。第一问，在这段关系里，我有没有在变好？注意，不是对方有没有在变好，是你有没有越来越靠近你想成为的样子？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被珍惜、被看见、被尊重？还是说，你越来越像一个情绪管理员，越来越需要压缩自己的需求，才能让关系继续运转？如果你是在缩小的，不是成长的，这段关系对你而言就是负利。第2问，他有没有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很多高同理心的人会把他有在努力尝试和他真的有在改变混在一起。有努力跟有进步是2件事。心理学上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行为一致性 （behavioral consistency）。一个人长期的行为模式才是他真实状态的呈现，而不是他在你很生气的那一天随口说出的那些承诺。他有没有在你说出需求之后真的做出改变，还是每次都是你说他认错，然后下次仍然一样？如果是后者，你不是在陪他成长，你只是在执行一个周期性的情绪安抚程序。第3问，我的底线有没有随着时间一直在位移？这是最难面对的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你以前觉得绝对不行的事，现在已经变成你可以接受了？那不叫成熟，不叫包容，那叫做你的边界在不知不觉中被磨掉了。心理学家有个说法，当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压或情绪不稳的关系中，你对痛的感觉会慢慢变得麻木。以前让你难受一整天的事，现在你可能翻个白眼就过去了。不是你变坚强了，是你已经被训练成习惯了。如果你发现你的底线一直在向后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这3个问题不需要你立刻做出任何决定，
我希望你做的是诚实的把答案写下来，不要只是在脑袋里唠，因为在脑袋里唠，你只会自动帮对方找理由。写下来才真正让你的眼睛看到它。问完这3个问题，很多人会发现答案其实自己早就知道了，但知道归知道，要真的付诸行动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想在给你行动步骤之前，先说几个让人卡住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不先处理这些卡点，给你再多的方法也没用。第一个卡点也是最多人有的，就是舍不得。不是舍不得那段关系有多好，而是舍不得那个你以为的他。你在那段感情里见过他最柔软的样子，你记得他某次真心道歉的眼神，记得他偶尔展露的温柔，记得那个让你觉得他其实是好人的瞬间。你离开的不只是一个让你痛苦的人，你同时也在放弃那个你一直期待他会变回来的人。心理学上有个现象叫做间歇性强化 （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当好的对待跟坏的对待交替出现，你的大脑反而会对这段关系产生更强烈的依附。就像玩吃饺子老虎，正因为不知道这次会不会中，你才会拼命继续投币。所以舍不得是真实的，它不是你的弱点，它是你的神经系统对那种偶尔好的正常反应。但你需要问自己的是，你真正舍不得的那个他有多常出现呢？如果那个他只是偶尔出现的版本，那你真正在爱的其实是一个你自己建构出来的人。第二个卡点，很多人不好意思说出口，就是怕孤单。就算这段关系让我不快乐，至少我还有人陪。离开了，然后呢？沦落为孤单单一个人吗？我想先跟你说，这个感觉完全不丢脸。孤独感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之一。神经科学研究也确认了，大脑处理社交排斥的神经回路跟处理生理上的疼痛是同一个。孤单真的会让人感觉到疼痛的。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目前的这段关系里有没有感觉孤单？很多人这时候才意识到，其实在那段不对劲的关系里，他们一样是孤单的，甚至感到更孤单。因为明明有人陪，但你还是觉得没有人真的懂你，看见你。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关系性孤独 （relational loneliness）。它比一个人独处更让人难受，因为它让你连期待被理解的权利都放弃了。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离开了我会孤单吗？而是我现在已经感到孤单了吗？离开一段让你感觉孤单的关系，你失去的是那个陪伴的形式，但你保留了重新被真正看见的可能性。第三个卡点最少人说，但其实非常普遍，是羞耻感。我怎么会让自己陷进这种关系里？我这么聪明，怎么还是看走了眼？这段关系失败了，别人会怎么看我？这种羞耻感会让人陷入一个很矛盾的处境。你不愿意离开，因为离开代表承认这段关系是个错误，所以你继续留着，试图把它变成一个值得的故事。第四个卡点是罪恶感加上对方的情绪反应。我走了，他怎么办？是我抛弃了他。这种罪恶感来自你真实的善良，但心理学有个很重要的提醒，罪恶感是一种信号，却不是一种义务。它提示你这件事对你来说有重量，但它不代表你必须因此留下来。而当你真的开始准备离开，对方可能会崩溃、哭泣，会伤胆地说：“你走了我就完了。”或者突然变得异常温柔。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把这个模式称为 fog。F 是 fear 恐惧， O 是 obligation 义务感， G 是 guilt 罪恶感。对方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在操控你，但这些反应客观上就是在让你继续留下来。记住一件事，一个人的情绪崩溃不是你的责任。
你可以带着罪恶感，同时做出对自己负责的决定。这两件事可以同时存在的。知道要离开却走不掉，不是因为你太软弱，是因为你一直在等一个不伤害任何人的离开方式，而那种方式从来就不存在。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真正可以做的事。我整理了4个步骤，不是叫你明天就跟对方切断所有联系，而是让你从今天开始一点一点把重心移回到自己身上。第1步，停止解释型沟通，改用声明型沟通。高同理心的人在关系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习惯，每次想要表达需求或设立边界时，都会先解释一大段理由。你会努力解释自己的状态，解释为什么需要空间，解释上次那件事对你的影响，解释你不是故意要让他不舒服的。你以为解释清楚了，对方就能理解。但在病态共生的关系里，你的每一句解释都是在给对方一个反驳的入口。心理学上有一个原则叫做 JADE，J 是 justify， 解释理由， A 是 argue， 争辩， D 是 defend， 防御， E 是 explain， 说明。研究发现，在失衡的关系里，这4件事做得越多，你的边界就越容易被侵蚀。所以改成声明型沟通，不解释，只陈述。不是因为你最近这样那样，所以我需要空间，而是我需要空间。不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对我不好，所以我在考虑，而是我已经决定了。声明不需要对方的同意，也不需要对方理解，它只需要你明确果断地说出来。第2步，重建你的自我参照系统。在病态共生的关系里待久了，有一件事会悄悄发生，你开始用他今天状态怎样来决定自己今天过得好不好。他今天心情好，你松了一口气；他今天又消失了，你整天坐立难安。他一个讯息不回，你开始反复想，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对的话？你的情绪完全被他的状态绑架了。脱身的关键不只是物理上的离开，而是练习重新以自己的感受作为行动依据。一个很具体的练习是这样的：每天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感觉怎么样？不是他今天怎么了，也不是我有没有让他不舒服，就只是我今天感觉怎么样？这个练习听起来很简单，但对于长期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的人来说，光是问出这句话就已经是一种突破了。你要把自己重新变成你生命的参照点。第3步，重新诠释这段经历。走进一段失衡的关系，不代表你不够好，它只代表你当时的资讯不完整，或者你的边界还没有建立好。这不是你的失败，这是你的学习。心理学家布瑞尼·布朗 （Brené Brown） 研究羞耻感多年，他说过一句话：羞耻感在黑暗中滋长，他最怕的是被说出口。所以，对应羞耻感最有效的解法，不是假装它不存在，而是允许自己重新诠释这段经历。不是我在那段关系里很傻，而是我在那段关系里用尽全力了。而现在，我选择用那份全力对自己好一点。能在关系里看见问题，愿意认真面对它，已经比大多数人都更有勇气了。这段故事不是你的污点，是你的成长记录。第4步，允许关系自然降温，不要追求完美的结束。很多人走不了，是因为在等一个特定的结局，等对方承认错了，等一场说清楚、讲明白的对话，等对方真的理解你有多委屈，然后说一句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理解这个等待，也明白那个结局你值得拥有。但我需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高控制性或情感不成熟的关系里，那个结局通常等不来。不是因为你不值得，
而是因为能给你那个结局的人，当初就不会让你陷进这样的处境。那瓦尔的止损逻辑在这里非常适用，停损不需要对方同意，你不需要等他说好，我同意，我们结束，你不需要等他理解你的痛，你不需要等那场完美的告别，你只需要开始把你的情绪资本慢慢撤回来，开始一点一点减少主动联系，提醒自己不要总是替他的行为找理由，更多一点的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生活。关系的降温可以是渐进的，脱身不一定要一个戏剧性的决裂。最后，我想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有界限的温柔不等于冷漠。设停损点不是要你变成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也不是叫你把同理心关掉。你的同理心是你最美的部分，只是它需要一个守门员。你可以继续温柔，但温柔必须给值得的人。你可以继续理解，但理解不等于承担。你可以继续善良，但善良要优先善待自己。这不是自私，这是你最基本的自我保护。心理学研究也支持这件事。2022年心理学健康期刊的研究发现，长期维持清楚情绪边界的人，出现情绪浩劫的比率明显低于边界模糊的人。边界不是墙，但它是让你能持续给出真爱的那道门。我们今天用纳瓦尔的投资逻辑走完了觉察之后那个最难的部分，不只是看见问题，而是看见之后你可以怎么让自己华丽转身。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4个脱身步骤里面哪一个对你来说最难？在留言区选一个答案就好。A. 停止解释，我就是忍不住想跟他说清楚。B. 重建自我参照，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感觉怎样。C. 重新诠释这段经历，我一直觉得陷进这段关系是我的错。D. 允许降温，我一直在等一个完美的结束。一个字母就够，但如果你想说更多，留言区是温馨交流的地方。如果这支影片让你想到了某个人、某段关系，或者某个你一直说不清楚的感觉，那个说不清楚，就是值得继续探索的地方。我们每周5都会在这里聊一个值得深思的心理学主题。如果你不想错过，记得订阅加小铃铛，让它来提醒，就不用担心错过啦。如果觉得今天聊的主题值得让更多人看到的话，欢迎按个赞，并分享给你觉得现在需要听这些话的人。桑木心理观察站，我们下集见，拜拜。